好，大家好。那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翻开 ISO 中的陷阱卡，然后利用攻击知识库打造一个安全的资安韧性的环境。那么首先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林电志，是目前奥义智慧的资深资安研究员，专注在于车载安全跟云端安全的研究。然后也有取得 SGS 的 CACSP 的这个认证，它就是专注于在 ISO 21434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认证。那我有在一些 HitCon 或者是 CyberSec 中有演讲。那么我们就马上切入正题吧。我们先在切入正题前，先回顾一下去年我们讲了什么。对，去年的话，我们已经探讨了说在车载上面的攻击跟实作，然后我们实际去展示说我们如何从一个 IVI 系统打进来，然后最终影响到了这旁边的这个 IC。那我们有探讨说如何透过法规的方式去弥补这样子的问题。那么其中在21434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它最核心的这个 V model 探讨了在设计阶段我们必须要先做好风险分析，然后接下来在实作阶段，然后导入有效的解决方案，最终在验证阶段呢要去验证这些防御方法的有效性。那么我们也可以称这个为 V model 或者是这个 Security by Design 的 Life Cycle。那最后的话，我们在上次的演讲中也有提出了一些防御的方法跟这样子 CDN 的这个 mapping 的展示。好的，那么我们就来快速的切入正题，因为我们的今天的题目是要翻开 ISO 21434中的陷阱卡嘛，所以呢我们就会专注在探讨 ISO 21434。那在开始探讨前的话，我们会先介绍一个我们的辅导案例。那么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辅导的案例的概况。它主要呢，他们已经自主进行了一个 TARA 的评估，然后目前在找厂商导入一些解决方案。那么最终他们会想要找说其他厂商在进行帮他们做渗透测试，只是尚未进行。那我们就针对他们 TARA 评估来进行检视一下。他们的内部架构经过一个抽象跟概念化，我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这个架构其实是近5年到10年在路上跑车子，他们可能都是类似这样子的架构。对，然后他们自主评估的部分的话，他们的 TARA 是这样子评估的，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他写了什么。主要呢，他们评估最高的威胁风险是他们的 Body Control ECU 会遭受到一些欺骗的讯号，然后像是一些车身控制的讯号给干扰，导致车身失去控制。那么针对这样的风险的威胁情境呢，他们把他们评分评最高是5分，对，然后他们接下来去拟定了一个 Cyber Security Goal 的时候，他们决定说，要避免这个 Body ECU 遭受攻击，要保护它。然后最终选择的解决方案是一个 ECU Protection 的解决方案。那看起来都妥妥的，但是我们可以稍微去推敲一下，就会发现有点问题。那我们就用这个 V Model 的概念图来依序去做对应。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在评估阶段、设计阶段想说，我要去保护 Body Control ECU， 这个想法是很好的。那它的实作阶段呢，是导入 ECU Protection 这样的解决方案。那其实我们去深入的了解一下这个 ECU Protection 在做什么，我们就知道说，它其实是在做 Exploit Protection， 还有像是 Control Flow Graph Integrity 这样子的技术，去确保说，在它的 ECU 上面不会有这种 Buffer Overflow 的攻击。那么最终他们的验证阶段还没进行嘛，不过他们已经计划说去找不同的团队来进行全车的测试。那我们就可以来看问题出在哪？问题出在这种 Body Control ECU 它所易遭受的攻击是这种 Spoofing Attack， 也就是它去发送伪造的讯号。我们在 CAN bus 上去发送伪造讯号的话，它的本身接收者他没有能力去做区分。那它导入的解决方案却是做针对这种 Buffer Overflow 的保护，所以呢，它并没办法去抵御 Spoofing Attack 这样的攻击。但是它最终的验证阶段，它找的是全车的验证，它可能会开始从外部的这种 T-box 或 IVI， 也就是我们刚刚前面那张图看到最上面的那几个装置，去从那边开始打。那它不一定打穿的话，它有机会去验证到内部的系统有问题。那如果它没打穿，把所有的资源全部都耗费在外围的设备上的话，它可能就不会发现说，它内部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是发现说，这样的问题虽然说我们懂技术、懂解决方案背后实作方法的人，一看就知道哪里有问题，但是不一定大家都可以有这样的能力。因此呢，我们就稍微把这样的问题想要用系统化的方式去解决它。所以呢，我们就先来把问题给定义清楚。我们看到了它设计阶段的问题是，它的评估结果，并没有去把它的评估结果写得很清楚，然后它的威胁情境也没有定义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认为它的评估结果模棱两可，并且它并没有去提供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那么在实作阶段呢，它所提供的这个解决方案并没办法去缓解它所定义出来的这个风险。
那在验证阶段呢，它也缺乏了一个系统性、全面性的验证方式。那我们虽然说单独在不同的阶段中，我们都点出了问题，但是在更抽象的层次去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这是整个架构性的问题。它的问题是出在于它的设计阶段的东西没办法很有效的转换成实作阶段要实作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它的评估结果没办法有效的转换为解决方案。那么在下一个阶段呢，我们也发现是一样的概念呢，它在设计实作的这个结果没办法有效的转换成为它的一个验证的计划，所以呢，它的这个整个问题其实是出在于它的不同阶段之间，他们没办法有一个很好的沟通的方式，没有一个很好的讯息传递的方式。所以呢，我们最后发现这个问题其实是整个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它是缺乏一个跨阶段同整性的架构。那这边的话，我们就会回来介绍到我们去年也有提到的 Attack Knowledge Base 的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参照 MITRE ATT-CK 的概念去制定一个表格。但是制定表格大家都会，但是我们该如何去使用它，才能解决说我们刚刚所定义的这些问题？因此呢，接下来的下一个阶段，我们就会开始去探讨说，如何使用供给知识库来解决这样子不一致的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就是 V-Model 的流程，还有常见的解决方案。这不是我们公司的解决方案，所以没有工商。对，就是大家通常各个车厂他们，不是各个解决方案厂商他们会提供的这些方案。首先在设计阶段呢，很明显的就是 Tara。那在实作阶段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有像是这样 VSOC、VDR 的这种就是端点侦测的这种东西，或者是刚刚前面有提到这种 ECU Protection 的解决方案，或者是 CAN Ethernet 的 IDPS 这样的做网路端的侦测，然后还有就是做风险，就是做漏洞管理的这种系统。那么在验证阶段呢，他们也有包含了像是就是一些 Functional Testing 啊，或者是 Fuzzing Testing 啊，或者是 PT 这类大家所熟知的一些验证的方法。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探讨说，就是这些方法中，他们要如何导入一些概念来解决这样的我们刚刚前面所定义出来的问题。那首先呢，我们就先从 Tara 的部分来跟大家讨论。那 Tara 的部分呢，我们认为说一个好的 Tara， 它应该要做到这几个事情，其中呢就包含了客观性、即时性，还有可用性。客观性的话，指的是说，就是不同的评估的人评估完的结果尽量要保持一致，它的结果要是稳定的。甚至是各种攻击手法都可以用一些相同的语言去描述它。那即时性的话，也是因为我们攻击的手法是一直日新月异的在更新，所以呢，它要能随着我们的一些即时的新的概念的揭露，它的整个概念可以很快速的重新的去做评估。那可用性的话，则是指说它在输出的时候，它的结果要可量化，要有具体的一些侦测环节的方式。那我们就来看看说我们的这个攻击知识库，它是如何做到这样子的事情。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客观性当中呢，我们也是参照了 MITRE ATT-CK， 它们概念就是去把每个 technique 都是一个攻击手法的最小单位，所以当它是最小单位的时候，我们就所有的攻击路径都可以透过这个 technique 的组合去表达它。那右下角这张图呢，也是我们去年有稍微跟大家分享过的，我们如何去把我们前面的这些攻击路径，透过这个 technique 的表格去表示它的整个一个路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很复杂的攻击路径，它其实可以拆解成这样子很多最小，就是很多的 technique 来表达它，来表达一个完整又复杂的攻击链。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即时性的部分的话，我们也是一样去参考 MITRE ATT-CK， 就他们每半年都会去定期的去更新这个攻击知识库，所以呢，我们也会用这样子不断的去更新情资的方式去 enrich 我们的攻击知识库。我们会去参考说最新的一些攻击文章是不是能用最新的攻击概念，是不是能用我们的这个表格去表示它？如果不行的话，那代表说我们已经缺乏了某一些 attack 的 technique， 就需要去更新它。那更新它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再重新的去做这样子的攻击的评估，来做就是及时的去把我们的一些风险给表达出来。那最后呢，可用性的部分，我们也是去参考了 ATT-CK 的方法论，它在每个 attack technique 当中都包含了侦测缓解的方式。所以呢，我们在做了这个风险评估之后呢，我们可以很快的去找到说一些它的侦测缓解的方式，可以如何的去参考去实作。不过呢，我们可以要注意的是说 ，Enterprise 的这个 Detect Mitigation 的解决方案是跟 Vehicle 内部的 Detect Mitigation 的解决方案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所以呢，在这边我们不能直接照搬 MITRE ATT-CK Enterprise 里面的这个 Detection and Mitigation 的这个解决方案。
就是等于是我们必须要自己去重新定义、去整理它。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就介绍了3个特性，来使得 Tara 它可以去有一个很好的结果，透过我们的 ATT 的我们的攻击知识库来做到这件事情。那它就可以提供下一个阶段实作阶段的这个解决方案的评估。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解决方案评估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首先呢，有2个重点需要看。第一个呢就是量化，第二个就是归纳。量化的话呢，我们必须去量化我们的，就是尽可能去量化我们解决方案的防御覆盖率。那归纳的话，就是去把它去用像是 CDM 这种框架去把它做一个归纳整理。那仔细的来探讨说 ATT-CK 表格它如何去做量化的话，我们可以去透过像右边的那张图，它可以去显示我们的一个攻击的覆盖率，我们可以侦测攻击的这个覆盖率。就我们在挑选解决方案的时候，尽量呢让他就是可以去询问他们说，他们的能覆盖的这个攻击覆盖率是多少，我们才能去评估说，我们所评估出来的这些威胁是不是真的能被解决。那第二个归纳的方式的话，就是透过 CDM 的方式进行归纳，就并不是所有的解决方案它都可以透过量化的这样子的攻击覆盖率的方式来表达。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用 CDM 的方式去快速的整理、去归纳、了解说，我们这些解决方案它可能是落在哪一个区块，然后也可以去顺便去盘点说，我们在哪一个维度上的攻击是比较严重。这其实跟最近大家一直在提倡 CDM 的概念是非常类似的。那在最终的部分呢，我们则是要使用我们前2个阶段所评断的这个结果，来提供第3个验证阶段它一个更好的一个就是评估风险的一个拟定的计划。首先呢，我们就是要透过我们要考虑的东西，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好的验证计划，应该要考虑到像是这样子验证有效性。对，就是我们的解决方案，虽然说我们已经导入了很多看起来很厉害的解决方案，但是其实我们如果不理解说它背后实作的原理，或者是它到底后面解决了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能导入进去之后，反而是增加了我们管理的成本跟负担。所以呢，因此呢，这边呢，我们也是可以透过我们前2个阶段所评估出来的结果，也就是透过我们的前面所评估出来的风险，进行一个风险评估，去了解说，我们的哪边的攻击的，我们哪一些攻击手法。也就是用右上角这张图，就有点像是攻击热区的方式去了解说哪一个区块我们的攻击可能是比较常遭受到攻击的，因此呢，我们就可以针对它去拟定一些我们的渗透测试的计划。那验证计划的重点呢，其实我们要摆在说，它其实是要验证我们所导入的这个解决方案的有效性是不是真的有效，而不是期待说它可以挖掘出新的漏洞，然后我们再去把它补起来。因为其实漏洞会随着我们的时间的更新，随着一些攻击手法的揭露而不断的去更新。你就算现在的渗透测试计划找到了一个新的漏洞，那不代表说你以后就没有漏洞。所以其实最好的方法是去验证你的防御的有效性，去了解像是我们 IT 领域常说的，我们要去验证我们的 Incident and Response 的这个流程是不是及时又有效的。那同样的，在车子内部的这些防御的概念，我们也是要去验证说它是不是真的有效的。因此呢，我们就可以透过在设计阶段攻击知识事库上面所评估的这个风险，去了解说，我们的哪一些风险是要优先的去验证说它是不是真的有被缓解。那在实作阶段呢，因为我们导入解决方案的时候，也知道说，我们哪一些我们的解决方案宣称说有哪一些风险被缓解了，那我们一样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优先验证那些风险是不是真的被缓解。所以呢，我们就做了这个 V-Model Guideline 的总整理。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一个设计阶段的 Tara 中，我们去定义了说3个不同的特性：客观性、即时性跟可用性，来评估说，它这个 Tara 的结果是不是稳定的，然后并且呢，它是可以提供重要的资讯给后面第2个跟第3个阶段去进行一个实作跟验证。那么在第2个实作阶段呢，我们就是透过量化跟归纳的方式去来评估说，我们导入的这些解决方案是不是真的是我们需要的东西。那最后在验证阶段呢，我们也是透过验证有效性的方法去了解说，到底我们这些导入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效。所以呢，在这边呢，我们就是有这样子的总整理，让大家可以去比较好的去导入这样子的 V-Model 的这种安全的框架。好，那前面光说不练，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空虚，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带了一个 case study。那这个 case study 呢，主要就是接续我们前面所介绍的这个情境，来继续重新用我们的这个方法去做一遍。所以呢，我们就一样也是回到了这个 guideline 的这个图，
我们可以从设计阶段开始进行做。那再让大家回顾一下刚刚的这个情境嘛，这情境大家可以看到说，就是有2个对外的连线装置，是 T-Box 跟 Head Unit， 那中间是一个 Gateway， 然后底下有连接的比较危险的、比较有安全需求的这个车身控制器。那么我们就可以透过刚刚的这个 ATT and CK 去做一个评估，去评估说这些端点上面有什么样的风险。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是展示了 T-Box 中的评估的风险可能会是长这样。那中间如何去做到一个装置跟它的风险的评估的话，我们就可以透过一些关联的方法分析啊，或者是一些 AI 的方式去做归纳。那这边呢，我展示的是说每个组件它们都有自己的潜在的威胁矩阵。我们可以看到说，左边有 T-Box IC 跟 Gateway， 它们有各自不同的属性。那它们的属性不一样，也会导致它们所产生出来这个威胁矩阵也是不一样的。那可以值得一提的是说，我们刚刚有说嘛 ，T-Box 是面对最外围的这个装置，那它有很多提供一些远端连线啊，或者是提供一些 service 的功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它的威胁矩阵也是比较丰富的，就相较于其他2个，它有多了很多威胁矩阵，也代表说它的攻击面也是比较广的。那么有了这样子的每个装置都有自己的威胁矩阵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步骤就是要来找出一个攻击路径，因为这些威胁刚刚的攻击手法都可以去串成一个完整的攻击路径。那攻击路径的方式呢，我们就可以透过枚举的方式去了解说，它可能攻击路径是从这样子 T-Box 一路打到下面的 Body ECU， 或者是从 Head Unit 打到下面的 Body ECU， 然后呢，或者是从 T-Box 打到左边的 IC， 或者是 Head Unit 打到左边的 IC， 这些东西呢，其实都可以透过枚举的方式去列举出来，因为我们都已经了解说它每个装置中它们所潜在的一些风险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列举说它所潜在的一些攻击，并且呢去评估说它这些攻击的可行性。那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攻击了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去，因为我们每个攻击它背后都有它的一些 mitigation 跟 detection 的方案，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很快的去了解说，在 T-Box 上有哪一些是可行的mitigation 跟 detection 的方案，但是这些方案都只是针对它的攻击手法所建议的，并不是说就是大家就可以直接去采用它。所以呢，我们才需要到下一个阶段进行这个量化跟归纳的整理。那在量化跟归纳整理的话，我们这边是使用 CDM 的方式去做整理。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刚刚前面所评估了非常多的风险嘛，每个装置都有它自己的风险。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去把它全部的这些解决方案都映射到同一个 CDM 的表格中，然后去稍微用一个简单的方法统计说，这些解决方案出现的次数，就是我们是用一个最简单的概念去做呈现。那它的颜色的意思的话，可以看到说，就是它30次的话，红色的话代表说它是数量是大于30次的，然后紫色的话是介于10到30次的，就是这个解决方案出现在这些攻击手法中的次数。那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去看到说，这个 VSOC 的这种解决方案 ，VDR 的解决方案占了42，然后像是 Network 层的解决方案也是非常多的。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刚刚的那个我们的系统的内部的架构。对，它的内部架构核心网路其实走的就是 CAN bus 这种比较传统、比较没有去考虑到安全性的这种网路，也很合理说，就了解说，它的网路层的攻击会非常的多，所以呢，它的网路的解决方案也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刚刚的网路解决方案就包含了像是要做好 segmentation 啊，然后可能要去做 CAN 的 IDPS 的侦测。所以呢，这张图就可以呼应到我们的前面的解决方案，去了解说，到底它就是我们了解说我们的攻击热区可能是坐落在哪一个区块。那最后的话，我们就要来看说，我们如何用 ATT-CK 表格来做到我们的验证有效性。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是针对我们的 T-Box 进行一个深入的解释，我们可以去就是去专注在关注我们的这个某个装置的这个潜在的风险表格。然后我们就会去挑选一些攻击的路径，然后呢，去攻击的手法去尝试去串成一个路径，然后呢去实作它，来验证说，它是不是真的有解决它的解决方案导入的时候所宣称的这些问题。那我们就是有实际把这样的攻击计划给导入到真正的一个实际的产品中，然后呢，实际的去做一个测试。然后也有去，因为我们在那个装置上是装的是 VDR 去监视说它的一些端点的行为，然后呢也有去，所以呢我们这样就可以去验证说，我们的这个攻击发生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能看到我们这样子的攻击手法事件。好，那最后呢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 conclusion 的阶段了。
今天呢，很快速的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在21434中这个不一致的问题。从设计阶段，它可能会有产生，就是我们设计评估的时候，评估的结果是比较模棱两可，可能没有办法去定义好这些风险的问题，导致在实作阶段呢，我们没办法去找到一个很有效的解决方案。然后在最后的验证阶段呢，也可能会因为我们的验证方式是直接去对全车做测试，导致我们没办法去真的找出问题在哪，而导致说这整个一连串的不一致的问题。因此呢，我们这边就是提出了使用透过像是攻击知识库的方式，去带大家去把一步一步的资讯给往后传，让我们的设计阶段的资讯可以有效的转换成实作阶段的一个防御的架构。那最后呢，也可以把我们的验证计划的做得更完善，去验证说我们的设计跟实作阶段到底有没有真的做好。那这是我们最后的这个 action item。在短期中呢，我们会建议大家去评估说自己有没有就是21434的这个需求跟必要性，然后并且呢去参与一些21434的这个培训课程。那在中期呢，我们你们可以透过像是我们刚刚本议程所提出的这种guideline来评估你们的客户或者是工具，它是不是可以真的是做到整个3个阶段的这个验证的一致性。然后呢，并且呢开始去做产品中开始去实做 Tara。那其中就是要包含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种客观性跟可用性的这种概念在里面。那长期来说的话，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个知识库会一直不断的更新，所以呢，它才会做到即时性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事情会被归纳在长期的阶段。然后并且呢，我们也会要去导入解决适合的这种解决方案，来做到量化跟归纳的这个整理。然后并且呢，也要拟定一个完整的测试计划，来验证我们的整个防御的策略的有效性。对，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